今天我用一条线讲清楚春秋的脉络，让您一口气了解这段比小说还精彩的故事。整个春秋都离不开争霸二字，大国争霸主，小国求生存。春秋时期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在春秋近300年的乱局中，一共出现了5位风云人物，也就是春秋5霸。这些人之所以能称霸，除了本身实力强，更重要的原因是借势。站在时代的风口上，一头猪都能飞，更何况是本身强大的诸侯。小霸郑庄公，在其他国家还遵守战争礼仪的时候，率先采用不要脸的打法，吃到了时代的第一波红利，成为春秋首霸。齐国尴尬的地理位置，注定了更适合以盟主老大哥的身份称霸。而春秋初期，一线强国齐楚近秦，跟二线强国宋鲁正位，他们的实力相差并不大，谁也做不到横推他国的程度。一个有号召力的大国出面，通过斡旋调解诸侯间的争斗，建立一种诸侯之长的新秩序，才是适合春秋初期的中原格局。而这种称霸思路，无疑是为齐国量身打造的。齐国站在时代风口上，又有贤臣管仲这个推手，成功抓住了这一波红利。之后晋楚的兴亡也都离不开借势。晋文公和楚庄王抓住了机会，于是成就一代霸主。晋楚格局比较复杂，之后再详细讲述。先说5霸的另外2位，这2位究竟是谁，历来都有争议。主流观点有2种，一种是孟子著书的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一观点被普遍沿用，课本中也是这么写的。另一种是荀子王霸的记载，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3位没什么争议，5霸人选的争议主要出在另2位。春秋对于霸主的认定得走一套完整的流程，先要主持会盟，让一帮诸侯承认你当盟主，其次还要得到周天子的盖章认定，封为诸侯之长。只有走完这一套流程，才算是名正言顺的霸主。严格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完全满足这个条件的只有3位：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实力达标但没有召开盟主大会的有2位：楚庄王、吴王阖闾，受到了周天子封赏，但不足以主持会盟的有1位秦穆公。因为秦穆公被晋国压制在关中，只是平定西戎，未能称霸中原，所以霸业比起前面5位要稍逊一筹。宋襄公是水分最大的，实力上被同时期的楚国压制。除了春秋5霸，还有春秋3小霸：郑庄公、齐僖公、楚武王。第一位登上霸主舞台的诸侯，正是春秋小霸郑庄公。郑国作为西周末年才分封的3等诸侯，能第一个称霸，离不开3代君王的努力。第1代君王郑桓公基友，西周末年周王室衰败，无力控制诸侯和周边的少数民族，镐京被攻破是迟早的事儿。不少得到内部消息的人已经开始润了，偷偷把妻儿和财产转出镐京避祸。可是问题来了，润到哪儿去是一门大学问。于是郑桓公去问太史伯，太史伯给郑桓公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四方的齐楚晋秦这些国家，要么传承久远，背景深厚，要么有极强的战略纵深。郑国如果润到这些国家周围，还没发展起来，可能就被灭了。所以太史伯给郑桓公推荐的是成周东大门、东国国和快国之间的区域。郑桓公选好了位置，毫不犹豫开润。这就是桓公忌奴。郑桓公利用卿士的身份，对东国国和快国连哄带骗，成功从他们手中拿到了10座城邑。新兴的郑国身处4战之地，可以说是十分危险。身处夹缝中的郑国开始了突围第1战。发展国力，郑桓公展现出了高超的治国才能。他清楚地明白，国家要想发展，最重要的2样就是经济和人口。
郑国地处宋魏之间，宋国是殷商封国，魏国是商朝旧都朝歌，这里聚集着大量擅长经商的殷商后裔，所以郑桓公大力发展商业，无强加，无夺利，大大提高商人的地位。只要商人不背叛郑国，就可以随便在郑国做生意，官府绝对不进行任何干涉。《左传》昭公16年中记载，郑桓公曾与商人盟约，而无我叛，我无强加，无或盖夺，而有利是保惠，我勿与之。自由的经商环境吸引了很多擅长经商的殷商旧民，这让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要想壮大，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人。于是郑桓公鼓励生育，使得民风十分开放。《诗经·郑风》中有很多大胆描写爱情、约会的篇章，正是这种民风的体现。《史记·郑世家》还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郑厉公害怕权臣季仲对自己不利，于是暗中派季仲的女婿雍纠去杀季仲。季仲的女儿知道这件事以后，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自己的父亲，于是去问母亲，父亲与丈夫哪一个更亲近？母亲说：父义而已，人尽夫也。意思就是父亲只有一个，符合条件的男人都可以当你老公。于是她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季仲，然后她的老公雍纠就被她的父亲季仲杀掉了。这就是成语人尽可夫的由来。所以人尽可夫最初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个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郑国女性的婚姻观是很开明的。自由开明的环境让郑国的实力大大提升，郑国也有了扩张的资本。这个重任自然也就落到了第二代国君郑武公身上。郑桓公下线，郑武公即位以后，郑国开始向外扩张。郑武公首先盯上的是快国和东国国，这两个国家实力不强，但他们扼守虎牢关要塞，背靠嵩山山脉，有极强的战略意义。只有拿下这两个地方，郑国才能暂时摆脱四面受敌的境地。两者中更弱的快国，自然就成了郑国扩张的首选目标。《公羊传》桓公11年记载，先郑伯有善于快攻者，统胡夫人以取其国。意思就是郑武公想要攻打快国，于是表面上跟快国国君结交，背地里跟快公的夫人舒云私通，趁机夺取快国。不过这种说法尚有疑虑，因为在同属春秋三传的《左传》和《谷梁传》中却没有这一段记载。本着孤正不立的原则，所以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而《公羊传》的说法多半来自于国语的记载，这应该是一种误读。国语《周语》中说快由舒云，国语这一段全文是论证女人祸国，说快国的灭亡跟舒云有关。当然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掀翻棋盘的锅必然是不能让一个棋子来背。对于快由舒云，也有人解读为舒云其实是快公之女，嫁给了郑武公，采用联姻麻痹敌国，然后趁机偷袭。这倒是郑武公的惯用伎俩。灭掉了快国以后，郑武公在原来快国的领土上营建新郑。就在灭掉快国后2年，郑武公又轻松地灭掉了东国国。这里的国国不是假途灭国的国国，周朝有好几个国国。西周初期，周武王把自己的2个叔叔国仲封在至邑，视为东国国；国叔封在雍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被称作西国国。西周灭亡后，西国国迁移到了三门峡附近，视为南国国，也就是假途灭国中的国国。言归正传，灭掉了东国国以后，郑武公又用阴险的手段灭掉了南边的胡国。韩非子说南中记载，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于其邑，遂不被郑人袭胡，取之。此时的郑国明明有实力直接灭掉胡国，但狡猾的郑武公偏不直接进攻，而是跟大臣合作导演了一出戏。郑国的快速扩张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胡国也不例外。郑武公为了降低胡国对郑国的防备，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
然后在朝堂上假装和大臣们讨论国家的战略。大臣关其思瞬间影帝附体，站出来建议郑武公应该先打胡国。郑武公一听，假装很生气地说：胡国是郑国的兄弟，怎么能去攻打呢？然后就让士兵把关其思拉出去给砍了。春秋初期虽然已经开始礼崩乐坏，但周礼的余威还在，人们还没有战国时期那么多的尔虞我诈，所以这对君臣的苦肉计还真把胡国给骗过去了。就在胡国被这出好戏感动得稀里哗啦的时候，郑武公这个老六打过来了，胡国就在郑武公的忽悠下灭亡了。之后的几年，郑武公又攻下了周边的一些小国，实力已经足以跟宋魏这些老牌诸侯国媲美了。此时郑国的扩张也遇到了瓶颈，郑武公也表示自己干不动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摆在他的眼前，就是继承人的选择。左传记载，武姜是申侯的女儿，嫁给了郑武公，生下了2个儿子，长子寤生，少子共叔段。寤生虽然是长子，但因为出生的时候难产，被母亲武姜厌恶。武姜不止一次请求郑武公改立小儿子共叔段，看人贼准的郑武公没有答应，而是选择了长子寤生，也就是郑庄公。正是因为武姜的偏心，郑国的权力交接出现了危机。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记载，郑庄公即位以后，武姜就向郑庄公请求，把治邑封给小儿子共叔段。治邑是东国国的封地，因为相传秦穆公在这里驯养老虎，因此又叫虎牢关。虎牢关是进入洛邑的重要关隘，更是郑国3S 级的战略要地，可见武姜是有多么偏袒自己的小儿子。但郑庄公没有答应，最后共叔段被分封在了京这个地方，称为京城太叔。因为有母亲的溺爱，共叔段完全不把郑庄公放在眼里，城墙修得比郑国国都还要高。按照礼制，大城市的城墙高度不能超过都城的1/3，这是明显的僭越行为。母亲武姜一面偏心放任自己的小儿子，一面严格算计大儿子郑庄公。在清华简郑武夫人归孺子中记载，孺子如拱，大父且以教焉。孺己3岁，性果善治。孺子其重德良臣，四邻以无先君为能婿。大概意思就是要求郑庄公在丧期应该让权于大夫和老臣。对于这么明显的双标，郑庄公却无法反驳，只能答应。但郑庄公表面上不闻不问，其实他心里很清楚。郑伯克段于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大臣寨众不满共叔段的行为，于是着急地询问郑庄公。郑庄公说不是自己不想管，而是武姜要求的，自己又能怎么办呢？寨众紧接着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如果现在不制止，以后就难以铲除了。这看似简单的对话，但其实郑庄公通过这次对话试探出了朝中重臣对于母亲和弟弟的态度。郑庄公得到了寨众的表态，自己当然也要表态。于是郑庄公回答寨众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自孤待之。君臣2人成功对上了暗号。寨众知道了郑庄公不是昏庸之君，满意离去。有了大臣的支持，郑庄公自然就可以开始布置了。郑庄公表面上纵容共叔段的行为，让共叔段越来越嚣张得意，背地里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公元前722年，在武姜的配合下，共叔段发动叛乱。因为提前部署，所以共叔段谋反没多久就被平息了。叛乱虽然平息了，但自己的母亲武姜居然帮着弟弟对付自己。一气之下，郑庄公把母亲贬到了城郢，并发誓说不及皇权，永不相见。狠话一撂，心里的气势消了。可郑庄公又后悔了，而且他也担心放逐母亲会背上不孝的名声。要想安心对外争霸，国内可不能出现对自己不利的舆论，以免给有心人可乘之机。郑庄公想去见自己母亲武姜，可自己又立下誓言永不相见。郑庄公正为这事发愁呢。
一个叫尹考叔的人站了出来，他为郑庄公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只要挖出一条地道，挖出了泉水，然后从地道中相见，这不就不算违背了誓言吗？郑庄公被这种操作震惊了，他立马就给尹考叔升了官。就这样，郑庄公在地道去跟母亲武姜见了面，这就是绝地见母的典故。不管郑庄公是作秀还是真心，反正从此以后国人对他好评如潮。不得不说，郑庄公的危机公关做的是真不错，稳定了国内局势。郑庄公开始着手中原的布局。共叔段谋反失败，逃到了魏国边境的共国。在这里，共叔段遇到了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魏周须，两人都是更受宠爱的次子，也都没有即位，内心也都很不服气。于是两人一直都在互相打气，等着有一天打回去夺位。公元前719年2月，魏周须在石后的帮助下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君。因为得位不正，魏周须并没有得到国人的支持。为了转移国内矛盾，魏周须很想提升自己的威望，打赢一场战争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之前流亡之时，曾许诺帮助共叔段复国。很快魏周须的机会就来了。此时的宋国，宋穆公为了报答兄长传位的情谊，把自己的儿子公子平驱逐到了郑国，而把君位传给了哥哥的儿子，也就是宋襄公。宋穆公这么做倒是成全了自己的大义，却把宋国推向了深渊。可能宋国宗室的基因就是这样，好面子，讲大义。后来的宋襄公也因为迂腐地遵守战争礼仪，战败身死。宋穆公想当然地以为，把公子平驱赶出去，既可以保住公子平的性命，又帮助宋襄公扫清了障碍。可他做事却很不干脆，如果把公子平驱赶到偏远的小国，这事也就结束了。可他偏偏选择的是强大的郑国，关键公子平还跟郑庄公的夫人宋国雍氏关系要好，公子平要想夺位是完全有这个实力的。所以宋襄公立马就坐不住了，他派人来郑国索要公子平。这么好一张拿捏宋国的底牌，郑庄公是绝不会放过的，反手就拒绝了宋国的要求。宋国于是跟郑国结了仇。魏周须看准时机，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一起攻打郑国。左传隐公4年记载，宋公、陈侯、蔡人、魏人伐郑，围其东门5日而还。4国军队一直打到了郑国的都城，狠狠地虐了一波泉水。郑庄公也是能屈能伸，知道打不过就躲在城内不出去迎战。4国联军把郑庄公围在东门整整5天，但当时没有强大的攻城器械，所以一时半会也拿郑国没办法。而且魏周须本来只是想立威，并不是想真的干掉郑国，现在目的达到了，也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临走时还割掉了郑国城外的庄稼，顺便羞辱了郑庄公一把。魏国都退了，宋国就更拿郑国没办法了，也有样学样，割了谷子扬长而去。郑庄公作为一代枭雄，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魏周须这一仗虽然打赢了，积攒了一点威望，但得位不正的污点并没有被洗掉，没有宗亲的支持，更没有权臣的辅佐。魏周须担心坐不稳君位，于是让辛信事后向他的父亲石阙问计。石阙说，只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就能得到国人的支持，而要想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最好让陈国国君帮你引荐。于是魏周须就带着石后去了陈国，可石阙已经写信给陈国国君，要求帮助魏国杀掉魏周须。等魏周须和石后到了陈国，就被抓起来杀掉了。这就是典故大义灭亲。魏周须死后，魏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立公子晋，是为魏宣公。这个魏宣公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老色胚，魏国在他之后开始衰败，渐渐地沦为了配角。关于他的故事，下文会详细讲述，这里暂且不提。公元前718年4月，郑庄公为了报东门之仇，开始攻打魏国。
魏宣公让自己的小弟南燕国出战。这一战中，郑庄公不按照以往打仗的规矩，堂堂正正的正面对战，而是假装跟魏燕联军对峙，然后让曼伯与子元悄悄绕后。面对这种不要脸的打法，魏燕联军大败。在那个以回合制为主要打法的时代，郑庄公这种诡异的打法简直就是耍赖。之后的诸侯们也都有样学样，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也只有宋襄公这样爱惜羽毛的人，才会一直恪守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回合制打法。郑庄公把魏国狠狠揍了一顿，心满意足地回去了。打完魏国，接下来就是宋国。宋国这边看到魏国被欺负了，可能是怕打不过，没有跑去打郑国，而是跑去攻打郑国的小弟诸国。诸国跑到郑庄公面前一通哭诉，求郑庄公帮忙。郑庄公见自己小弟被打，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于是公元前718年9月，郑庄公带着小弟诸国又跑去揍了宋国一顿，攻进了宋国的外城，报了东门之役的仇。宋国派使者去鲁国求援，鲁隐公问使者郑国军队打到哪里了，使者说还没打到都城。早就得到情报的鲁隐公觉得被骗了，于是没有去救援宋国。同年12月，宋国也咽不下这口气，去攻打郑国的长葛，报郑国入伏之仇。有了东门之役的教训，郑庄公意识到必须要逐个击破，才能瓦解反郑联盟。此时的郑庄公急需一个帮手，而同样拥有野心的齐僖公正是郑国摆脱困境的最佳盟友。齐国终于迎来了进入中原的契机，而与此同时，一个针对反郑联盟的计划出现在了郑庄公的脑子里，那就是孤立宋国。为了达到目标，郑庄公一方面跟宋国的盟友陈国讲和，一开始陈国不答应，郑庄公把陈国揍了一顿，然后陈国就答应了。陈桓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郑太子乎，陈国就此退出反郑联盟。另一方面，郑庄公拉齐国和鲁国入局，郑庄公先跟齐国在石门会盟，然后商量跟鲁国交换许田，以此示好。对于鲁国来说，邻居宋国的威胁自然也比郑国更大，所以鲁国欣然答应了。同时，郑庄公还调停齐鲁两国的矛盾。公元前717年，齐鲁两国在艾地会盟。公元前715年，为了化解东门之役双方的仇恨，促成郑国和反郑联盟的和谈，在郑庄公的授意下，齐国代表郑国邀请魏、宋两国在温地见面，并在瓦屋会盟。不过这种协议对于郑庄公来说毫无约束力，郑国国君3代人主打的就是一个脸皮厚。就在签订和平协议的第2年，郑庄公以宋襄公不去朝见周天子为由，又把宋国按在地上摩擦了一顿。因为上一次向鲁国求援，鲁国没有帮忙，这一次宋国就没有告诉鲁国。尹公知道了很生气，宋国被打了竟然不来向自己求援，于是就跟宋国绝交了。这理由看似有点牵强，但其实理由是什么并不重要，鲁国只是随便找个借口加入齐郑联盟而已。之后，郑庄公带着齐鲁2个小弟，把宋国、许国、西国、成国等国都挨个教育了一顿，中原的诸侯国都被打服了，而宋国的内乱也成了郑庄公拿捏宋国的契机。宋襄公在位10年，打了11场仗，而且输多赢少，导致国内的厌战情绪高涨，国人埋怨宋襄公无能，宋襄公的威望下降。左传桓公2年记载，宋襄公立10年11战，民不堪命。公元前710年，太宰华都趁机煽动民变，发动叛乱，而事情的起因来自于一个女人。左传记载，宋华府都见孔父之妻于路，怒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华都遇到了孔父家的妻子，然后被迷得神魂颠倒，想要霸占他。可孔父家和华都都是宋国公室，不方便强抢，于是华都想了一条毒计，他四处散布谣言，说宋襄公继位不过10年，却发生11次战事，
百姓苦不堪言，都是孔富家导致的结果。我要杀死孔富家，来让百姓安宁。华都借机杀掉了孔富家，抢走了孔富家的妻子。孔富家的儿子穆金甫逃到了鲁国，后代出了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儒家圣人孔子。宋襄公知道以后很生气，华都害怕宋襄公对自己不利，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杀了宋襄公，然后迎接在郑国的公子平回国继位，这就是宋庄公。郑庄公借着公子平这张底牌，暂时控制了宋国。左传记载，以杀孔父而是襄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告大鼎陆公，其臣郑皆有路，故遂向宋公。拿下宋国之后，郑国短期内再无对手。郑庄公称霸中原，一时风头无两。郑国地处四战之地，却能第一个称霸，在于三代君主的提前布局，踩在了时代的风口上，同时利用周天子的余威以令诸侯。第一个扯下礼仪这块遮羞布，把狡诈和算计融入到外交和战争中，这才吃到了第一波红利。而这红利期一旦结束，等其他诸侯回过神来的时候，郑国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公元前701年5月，郑庄公去世，没有了像郑庄公这样的强势领导者，处于四战之地的劣势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不仅如此，郑庄公的4个儿子还因为权臣干预和外戚势力卷入，让郑国陷入到长达20年的内乱。郑国由盛转衰，史称4公子之乱。之后的郑国在晋楚秦齐等大国的争霸中，彻底沦为了配角。这些大诸侯一言不合就走郑国，都不想郑国倒向对方的阵营。齐楚争霸奏郑国，晋楚争霸奏郑国。郑国作为大国争霸中原的缓冲地带，只能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谁拳头硬就听谁的。郑庄公去世后，作为郑国小弟的齐国迎来了自己的机会。第2位登上霸主舞台的诸侯齐僖公就要登场了。任何家族的兴亡不是在一代就完成的，齐国的霸业也一样，也是在几代国君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齐国的霸业虽然转瞬即逝，但它能一直雄踞东方，成为中原诸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跟它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齐国3面环海，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史记记载，大公治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于言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在姜子牙开放包容的国色下，齐国逐渐强大。到了齐僖公的时候，齐国已经成了当时最有钱的诸侯国之一。齐僖公本人又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他时刻关注着中原的局势。齐国要想发展，就必须对外扩张。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齐僖公面前，那就是齐国应该向哪个方向扩张。我们结合齐国的地理位置看一下，齐国北面环海，没有扩张的可能。西边是黄河与济水冲刷而成的河济平原，河济平原北面是燕国，燕国作为周王室北方的屏障，同时也是齐国的屏障。在实力不允许的前提下，齐国向北方扩张的代价必然大于收益，所以这条路堵死了。河济平原的西边是北狄部族，此时齐国照样惹不起。西南方是魏、邢等诸侯国，魏国是周王室以藩平周的重要成员，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大国。国君曾多次统帅过成周八师。小陈轨铭文就有伯罕父以因八师征东夷的记载，深受周王室器重。哪怕随着周王室的衰败，魏国已经今非昔比，但也不是此时的齐国可以撼动的。我们再看看齐国的南边，南边是跟齐国一直纠缠不清的鲁国。齐国是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封地，在泰山以北；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在泰山以南。作为车站为主的春秋时代，齐国想进入中原，就必须经过济水和泰山之间的州道，而这条路上分布着谭国、遂国等一系列归附于鲁国的小诸侯，堵住了齐国进入中原的通道。
所以齐国想要进入中原，最大的敌人无疑就是鲁国。齐国所在的地方彝族混杂，很多地方还没开发，所以姜子牙采用包容的态度治理，民风比较开放。鲁国作为周礼的执行者，更加保守固化。不同的治国理念，注定了两个国家会互相看不上，一直摩擦不断。淮南子·齐俗训有这样一段记载：武王分封以后，姜子牙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回答说：尊尊亲亲，意思是尊崇地位高的人，亲近自己的亲属宗族。姜子牙听了以后预判说：鲁从此弱矣。周公又问姜子牙何以治齐？姜子牙说：举贤而上公，意思是任用有才能的人，奖励有功劳的人。周公听了预判说：后世必有劫杀之君，意思是这么做会出现大权独揽的臣子，臣子大权独揽，最终会弑君自立。要不怎么说这俩是牛人呢？他们精准地预言了对方的结局，却又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对方预言的结局。言归正传，我们再看齐国的东方，是一个跟齐国有世仇的诸侯国纪国。齐纪之间的仇恨还得从西周周夷王时期说起。作为纪国的邻居，齐国越强大，纪国自然就越着急，所以纪国一直盯着齐国。你别说，还真让纪国找到了机会。纪国发现齐哀公擅自修筑祭天的祭台，在当时只有天子才能祭天，作为一个诸侯，这是一种僭越行为。纪侯趁机向周夷王进谗言，说齐哀公的坏话，齐哀公因此被周夷王烹杀。齐国对纪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再加上纪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制盐工业十分发达，而且纪国还是齐国东晋的最大绊脚石，所以灭掉纪国可以说是齐国的重大国策。不过纪国虽然比齐国弱，但他有鲁国这个靠山，作为齐国的邻居，鲁国自然不想齐国强大，所以一直支持纪国，借此遏制齐国的发展。齐僖公满怀雄心壮志，结果环顾四周，发现谁都不好惹。齐国作为周王室最大的功臣，自然也是被周王室防备最严的。尽管如此，齐僖公并没有放弃进入中原的想法。等到郑国跟宋魏联盟僵持不下的时候，齐僖公果断入局，甘当郑国的小弟，并借此积累了不小的威望。与郑庄公一言不合就动手不同，齐僖公善于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诸侯国的争端。一个有号召力的大国出面，通过斡旋调解诸侯间的争斗，破解冤冤相报的循环，建立一种诸侯之长的新秩序，才是适合春秋初期的中原格局。这样的思想也为齐桓公的称霸铺好了路。入局之后的齐僖公开始了自己的布局。齐僖公的思路很明确：策略一，抱紧郑庄公的大腿，大哥指哪里打哪里，通过会盟、调停诸侯争斗等外交手段，提升自己的威望。这些在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主要说说策略二，用联姻暗中渗透，借机干涉他国王位传承。齐国作为最大的外姓功臣，本着同姓不婚的原则，所以齐国就成了周王室通婚的首选对象。西周有7位天子娶了齐国公主做王后，而且齐国民风相对开放包容，工商业、纺织业这些都比较发达，女性的社会参与度相对较高，女人不再完全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有独立自由的空间。所以齐国女人的思想更加的自由开明，没那么多的束缚，可能这也是齐国女人受诸侯国欢迎的原因之一。齐僖公有2个很美的女儿宣姜和文姜，这不是他们的本名。诸侯国君的夫人大多跟随国君的谥号，再加上自己母国的姓，宣姜是魏宣公的夫人，而她是齐国姜姓，所以才叫宣姜。还有夫人如果生前有一些政治贡献，也有单独得到谥号的，文姜就属于这一类。齐僖公联姻的目标就是中原地区2个大国，魏国和刚刚与之结盟的郑国。魏国此时的国君
是那个靠捡漏当上国君的纨绔公子魏宣公。齐僖公一开始是想把宣姜嫁给魏宣公的儿子太子姬，通过左右魏国下一代继承人，借此控制魏国。可事情出现了变数，魏宣公听说宣姜是个绝世美女，于是动起了歪心思。他先是把自己的儿子派到宋国，然后让人半路截住了宣姜一行人，还在淇水河边修了一座临时行宫，自己把宣姜给娶了。这就是筑台纳西的典故。这种娶自己后辈妻妾的行为，在古代叫下报。魏国人因此写了一首《北风·新台》，嘲笑魏宣公。这首诗还收录在《诗经》之中。燕婉之求得此妻室，本想嫁个如意郎，等到的却是个老登。不仅如此，魏宣公在还是公子的时候就游手好闲，跟自己父亲的妾宜姜私通，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就是公子姬。这种娶自己的父辈或兄长妻妾的行为，在古代叫做征。魏宣公因此贡献了一个上征下报的肮脏典故。有了这样的荒唐国君，魏国的衰败可以说一点也不冤了。而这样的局面自然就是齐僖公想看到的。本来想靠联姻左右魏国下一代的王位继承，结果这一代就把魏国弄乱了。小目标提前达成，魏宣公娶了宣姜之后，生下了2个儿子，公子硕和公子寿。公子硕阴险狡诈，公子寿却为人正直，跟同样正直的公子姬志趣相投。魏宣公迎娶了宣姜之后，就想废掉公子姬，立宣姜的儿子为太子。宣姜知道魏宣公想法以后，就和公子硕一起说公子姬的坏话，挑拨魏宣公和公子姬的关系。魏宣公十分生气，于是派公子姬拿着白色毛节出使齐国，然后派人伪装成强盗埋伏在魏国边境的深地，等手拿白色毛节的人出现就杀掉。跟公子姬交好的公子寿听说了这件事，就去告诉了公子姬，让公子姬逃走。可公子姬不愿逃走，他对公子寿说：弃父之命，无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意思就是不遵守父亲的命令，那还要儿子做什么？这世上还有没有父亲的国家吗？我能逃到哪里去呢？公子寿劝不动自己的哥哥，于是借口说跟公子姬做最后的告别，趁机灌醉了公子姬。看着醉倒的哥哥，公子寿拿起地上的白色毛节，朝着哥哥行了一礼，然后转身离去，从容赴死。公子姬醒来后发现毛节不见了，知道公子寿代替自己的想法，他急忙奔向边境的深地。等他赶到的时候，公子寿已经被强盗杀死了。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弟弟，公子姬心中悲痛，不愿独活，就对强盗说：他们要杀的人是我，他又有什么错呢？请把我也杀了吧。人们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可魏宣公这样品德败坏的人，却有公子姬和公子寿这样的儿子。可这样品德高尚的人却无处容身，何尝又不是一种讽刺？魏宣公死后，宣姜的儿子公子硕即位，也就是魏惠公。魏国的内乱给了齐僖公干预魏国内政的契机，因为魏宣公杀掉了2位有品行的公子，引起了国人的不满。魏国左右公子因此发动叛乱，魏惠公逃到了母亲宣姜的母国齐国，左右公子联名2公子惨死，于是立公子姬的弟弟钱谋为魏国国君。在齐国的帮助下，魏惠公成功夺回王位，魏国自此跟齐国交好。说完宣姜，再说说文姜。公元前706年，北戎攻打齐国，齐僖公向郑国求救，郑庄公派太子忽前往救援，成功击败了北戎。事后，齐僖公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忽，可让齐僖公没想到的是，太子忽竟然拒绝了。左传桓公6年记载，齐侯欲以文姜欺郑太子忽，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其大非无偶也。这就是其大非偶的典故。太子忽没有跟大国联姻，
这也为后来郑国的四公子之乱埋下了伏笔。因为没有外戚势力的支持，太子忽在王位之争中输给了有宋国作为靠山的公子突。公子忽拒绝与齐国联姻，究竟是因为缺乏政治头脑，还是因为他听说文姜的私德有问题，为了面子才拒绝的，那就不得而知了。遭到太子忽的拒绝后，齐僖公退而求其次，把文姜嫁给了鲁国国君鲁桓公。正是这个选择，竟让齐国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齐僖公还没能实现自己的谋划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朱儿即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绝对是个狠人，《左传》记载：初，襄公立，无常。大家对齐襄公的印象都是喜怒无常、残暴嗜杀，而且个人生活混乱。齐襄公先是在落地会盟中跟妹妹文姜私通，被发现后又杀掉了鲁桓公，并扶植文姜的儿子公子同，是为鲁庄公。同一年，又在手指和郑国相会的时候，杀死了郑国时任国君子尾。不仅如此，齐襄公还灭掉了晋国，报了九世之仇。齐襄公不按常理出牌，在人们看来是莽夫行为，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脑子的人，却得到了美事襄。由此看出，一个国君到底是美事还是恶事，主要还是对于国家的贡献大小。对一个人的评价也看站在谁的角度去看。对其他诸侯国来说，齐襄公嗜杀残暴，但对齐国来说，此举却让齐国受益巨大。我们从齐、郑、鲁的博弈进行简单的分析。前面我们说了，灭掉晋国一直都是齐国历代国君的梦想，也只有灭掉晋国，齐国进入中原争霸，才没有后顾之忧。而其灭晋最大的阻碍就是鲁国，所以齐襄公的行为看似莽，却为灭晋之战铺好了路。你说这是歪打正着，还是早有谋划呢？此时郑国，郑庄公死后，太子忽即位，也就是郑昭公。在当时，各国公子都会迎娶其他大国的公主，借此以大国为靠山，帮助自己即位或者夺权。郑昭公不顾大臣寨众的劝阻，2次拒绝齐国联姻，却娶了弱小的陈国公主。《左传》桓公11年中说，宋庄公为了扶持公子突即位，把郑国权臣寨众骗到宋国，然后胁迫寨众立公子突，不然就要寨众的命。但寨众在新君刚立未稳的时候被骗到宋国，回国以后还因害怕立公子突，怎么都有点奇怪。从之后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寨众有个女婿叫雍纠，而雍氏又是宋国大族。寨众之所以去宋国，并最终选择立公子突，可能是早有预谋的。郑昭公听说寨众迎回了公子突，于是逃到了魏国。公子突即位就是郑厉公。郑厉公之所以能即位，完全是靠宋国和权臣寨众。外有宋国频频向郑厉公索要好处，内有寨众把持朝政，郑厉公几乎可以说是傀儡。可郑厉公又是一个很有雄心的君主，他一即位就开始谋划怎么除掉寨众。郑厉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亲信，也就是寨众的女婿雍纠。这一段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事情败露以后，雍纠被杀，郑厉公逃到了乐邑。之后寨众又迎回了郑昭公。英明一世的郑庄公万万没想到，自己刚刚下线，郑国就乱成了这样。此时郑国有2大权臣，寨众和高渠弥。在郑昭公还没即位的时候，郑庄公想任命高渠弥为卿，郑昭公因为讨厌高渠弥，于是坚决反对，2人就此结仇。寨众曾支持公子突驱逐过郑昭公，他担心郑昭公坐稳了位子，会第一个清算自己。郑国2大权臣都对郑昭公怀有二心，孤立无援的郑昭公结局可想而知了。公元前695年，高渠弥发动叛乱，杀掉了郑昭公，而立公子尾。寨众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叛乱后的高渠弥重新掌权，而此时的寨众却比较低调。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国家也容不下两个权臣。所以齐襄公邀请郑国在首指相会时，寨众庄并没有参与。正是这次会盟，齐襄公用残忍手段杀掉了公子伟和高渠弥，政敌高渠弥被杀。此时郑国的权势几乎被寨众独揽，寨众最想感谢的人多半就是齐襄公，所以哪怕在会盟时国君被杀，郑国都没有任何反应。齐襄公的行为看似鲁莽，但他是否正是看到了郑国朝堂的权臣争斗，才敢铤而走险也未可知呢？作为酬谢，在寨众把持郑国的这段时间里，郑国几乎不再干涉齐国的行动，搞定了鲁国、郑国，灭掉齐国也就水到渠成了。经过了几代国君的努力，在齐襄公这一代，齐国终于报了晋国的9世之仇。至此，谁也无法阻止齐国称霸中原的步伐了。春秋第一位名副其实的霸主齐桓公正式登场。关于齐桓公的王位之争，《史记》是这样记载的：齐襄公死后，齐国最具权势的国高二世暗中去莒国召回公子小白。鲁国听说以后，也护送公子纠回齐国，还派管仲率兵在莒国回齐国的路上截杀公子小白。不过公子小白用假死骗过了管仲，然后鲁国放松警惕，一路游山玩水，缓慢护送公子纠归齐，最终被公子小白抢先归齐，是为齐桓公。这一段记载看似很合理，却有不少漏洞。按理来说，两位公子同为庶子，年长的公子纠更有资格继承国君之位，而且国高二世在齐国是很有话语权的，如果谁先回国，谁就即位。这种说法肯定是有点戏，得到国内势力的支持才是即位的必要条件。就算提前回国，国内势力不支持，照样无法顺利即位。更重要的是，就算管仲误以为干掉了公子小白，回国即位也是分秒必争的。就算公子纠不着急，他身边可还有管仲、少乎等智囊，不可能看不清这一点。司马迁用了一句鲁宋纠者行亦迟，这很关键，是鲁国故意拖延回国的速度。鲁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然肯定不是放松警惕了这么简单。左传庄公9年记载，公及其大夫忙于季，其无君也。就是在公孙无知被杀的同时，齐国就跟鲁国在季地会盟。谷梁传庄公9年记载，齐人杀无知，而迎公子纠于鲁。所以这次齐鲁会盟的目的，就是迎接公子纠回齐国即位。但在会盟中，很有可能鲁庄公提的条件太离谱，所以没谈拢，齐国这才选择了公子小白。按理来说，自从鲁庄公即位后，有了文姜这个外交大使，齐鲁关系一直都很友好。鲁国为什么突然一反常态呢？这就得从鲁庄公的身份说起了。鲁庄公是文姜的儿子公子同，因为文姜和哥哥齐襄公的暧昧关系，鲁国内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公子同是文姜和齐襄公的私生子。而且从鲁庄公即位开始，一直到齐襄公被杀，文姜基本上每年都要跟齐襄公会盟。左传记载，2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卓，书坚也。庄公5年，夫人姜氏如其师。7年春，夫人姜氏会齐侯于房。究竟两人是真的会盟呢，还是借会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就不得而知了。鲁庄公即位的时候才12岁，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鲁庄公，内心必然十分煎熬和羞耻。而且因为年少，朝政一直都是由母亲文姜把持。这段时间里，鲁国基本上可以说是齐国的小弟。鲁庄公9年，齐襄公被杀，这时的鲁庄公已经20多岁了，早就到了亲政的年纪，而且没了齐襄公这个靠山，文姜无法继续把持鲁国朝政。长期遭受屈辱和压迫的鲁庄公爆发了，而扶植公子纠即位，就是一个干涉齐国并摆脱齐国控制的好机会。不过鲁庄公胃口太大，反而让公子小白占了便宜。
可以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鲁庄公咽不下这口气，更不想失去这张拿捏齐国的好牌。在同年秋天，以拥立公子纠为由攻打齐国，史称前石之战。左传记载，师及其师战于前石，我师败绩，攻丧荣禄。这一战鲁国大败，鲁庄公丢弃战车，连滚带爬地逃回鲁国。齐桓公正愁找什么借口除掉公子纠呢，好队友鲁庄公就送上门了。齐桓公于是乘胜攻打鲁国，威胁鲁国杀掉了公子纠，并要求鲁国交出管仲和少乎。少乎听了公子纠的死讯后自杀了。管仲被押回了齐国，被齐桓公拜为相。一个属于管仲的时代来临了。管仲为什么能被誉为华夏第一相呢？我们简单说说管仲改革都改了什么。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说说齐国此时面临的问题。齐国在包容的政策下，工商业十分发达，齐国的经济可以说是飞速发展，人们谋生的路子多，选择空间也就更大。既然从事其他行业赚得又多又轻松，谁还愿意辛辛苦苦去种田呢？农民们纷纷脱离土地，要么去经商，要么去学手艺当工人。农民耕种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士族阶层也是一样，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就能获取足够的利益，有更轻松的方式改变命运。谁还愿意去战场上拼命？这一点对比秦国的军功制度就清楚了。秦国底层老百姓没有其他出路，只有去战场上拼命获取军功，才能跨越阶层。为了脱离苦日子，士兵们必须在战场上拼命，军队战斗力就强悍。除此之外，到了春秋时期，分封制的弊端也显现出来了。各国已经被分封的公族所把持，国君的话语权很小，齐国也不例外。而且在齐国建立之初，周天子就分封国、高二世，共同掌握齐国政权，直接听命于周天子，拥有很高的地位，称为齐国二首。所以齐国的问题就更严重。管仲的改革主要就是从这些方面对症下药。他改革的核心是分三国五比，定四民制据。三国五比是国野制的详细划分，是一套管理人口的行政体系。管仲按照从事的职业，把老百姓分为士农工商四类。在以往的构架中，不同职业的百姓分散在各个分封的城邑中，为原先拥有封地的贵族服务。而管仲把这些分散的百姓按照职业进行集中，相同的职业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从小耳濡目染磨练技能，让商人的后代一直是商人，士人的后代一直是士人，农民的后代安心当农民，工人的后代一直都是工人。这样既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又能让各个职业的专业性更强。管仲把全国划为21乡，其中工、商之乡6个，士乡15个。工、商的6个乡归齐桓公管辖，15个士乡由齐桓公和国高各率5乡组成三军，这就是三国。说完三国，再说五比。比就是比也，就是国野制中的野。管仲把郊外耕种的农民也进行重新分配，确定5家为癸，癸有癸长；6癸为1邑，邑有邑司；10邑为1族，族有族长；10族为1乡，乡有良人；3乡为1属，属有大夫；5属设5个大夫。三国五比部分解决了分封制遗留的问题，原本属于封地贵族的人口被剥夺了，这加强了国君的集权。此举触犯了很多贵族的利益，势必会遭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韩非子南面记载，管仲始治也，桓公有5车。因为管仲的改革触犯了太多人的利益，所以每次出行都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所以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管仲只能让利给在齐国拥有极高话语权的国、高二世。齐桓公掌管11乡，国、高二世一起掌管10乡。国高二世所掌握的权力基本跟国君平起平坐了。
甚至在军事上还占据优势，可以说是巨大的妥协。尽管这为齐国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但这却是当时的最优解。如果在其他贵族反对的前提下，再不拉拢国高两大贵族，管仲的改革是无法顺利进行的。管仲这套人口管理制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巧妙地把军事制度贯穿在行政体制之中。如果齐国明目张胆地扩充军队，其他大国也会跟着扩充军备，小国也会加强防御力量。这样一来，齐国称霸的难度就增加了。因为当时参军作战主要士士阶层，所以管仲把15个士项制定5家为一轨，由轨长率领；10轨为一里，由司率领；4里为一连，由连长率领；10连为一乡，由乡2人率领；5乡为一帅，由齐桓公和国高2世共同率领，是为3军。没有战争的时候，春秋2季都要整顿军队，演习军事，通过定民之居的方式，让士卒聚集生活，培养他们的战友情谊，增加他们的默契，从而提升战斗力。通过这种隐秘的方式壮大齐国的军队，不得不说是很有前瞻性的，在其他诸侯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壮大。除此之外，管仲为了储备战甲和兵器，还实行轻过而遗诸甲兵。简单点说，就是用武器装备赎罪，重罪的用西甲合戟赎罪，轻罪的可以用盾牌合戟赎罪，犯普通小罪的根据罪的轻重程度缴纳不同重量的金属。要想打官司的，需要交1数件才会开始审理。这为齐国积累了大量军事装备。在选拔人才方面，管仲提出3选取士：一是由乡长等基层官吏按照仁爱、聪慧、慈孝的标准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并向上推荐；二是通过了属长的考核，就会推荐给齐桓公，由齐桓公亲自任免。这种人才筛选制度短期内打破了贵族宗室对于官吏的垄断，齐桓公因此从封地贵族手中夺回了部分官吏任命权。这样一来，出身卑微的士人和低级官员可以凭借自身的才能实现人生逆袭，打破了在宗法制体系中贵族对上升通道的垄断。管仲在政治、军事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方面的改革。管仲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经济改革：一是关山海，这类似后世的盐铁专卖，把盐和铜铁锡等矿产资源收归国有，只允许国家买卖，这为齐国增加了一笔庞大的收入。二是土地改革，乡地催征，这跟西周的周公王土改有些相似，承认土地私有，不回收贵族原有的土地，而是对土地收税。管仲考察土地的肥沃程度，按农田的等级进行征税，土地肥沃的收税就多，土地贫瘠的收税就少。与此同时，还鼓励开垦新的土地，新开垦土地征收的税率比领主手中的好地要低很多，这大大增加了农民开荒的积极性。原先依靠领主的佃户，更愿意脱离出去，做自由民，开垦新的土地。而且铁制农具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开垦难度，耕地面积迅速增加，粮食产量也大幅度提升。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就是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土改模式大大增加了农民的积极性，诸侯们也都纷纷效仿。随着各国的加速开荒，原先的大量荒地被开发，各诸侯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越来越少，土地的争夺自然也就越激烈，进一步加剧了诸侯国之间的战乱。三是刺激消费，他没有劝国君提倡节俭，反而示重奢侈。当然，管仲所说的奢侈不是浪费，而是利用消费促进经济的发展。他主张大力搞建设，打造临淄商业圈，借此增加就业机会。这种理念在那个时代是很超前的。不仅如此，管仲还是发动经济战的鼻祖。管子、轻重物记载了一个楚国购路的故事。齐国想要攻打强大的楚国，管仲提前用远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购买楚国的鹿。楚国人知道以后，纷纷放弃种植粮食，开始养鹿。
楚人以为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就可以用钱去买粮食。管仲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又提前收购了楚国周边国家的粮食，然后停止收购生鹿，向楚国开战。楚国虽然赚了钱，可他们发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于是被齐国打败了。除此之外，管仲还最早提出了市场调控的理论。《汉书·食货志》记载：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均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均散之以重。故大贾富家不得以豪夺无民也。市场上货物供过于求的时候，就趁低价大量买入，让价格升上去；市场上货物供不应求的时候，就在价格高的时候抛售，让价格降下来。这样就不会让有钱的商人操控市场，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为齐桓公的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争霸思路很明确：尊王和攘夷。尊王很好理解，打着尊崇周天子的旗号，把诸侯们全部号召在齐桓公麾下，组建一个联盟群，奉齐桓公为盟主。攘夷就是这个联盟的奋斗目标。对于那些不愿意加群的诸侯国，就打到愿意加群。而眼下就有2个不愿加群的，鲁国和宋国。鲁庄公想趁齐国王位交替之际，国内还不稳定的时候，趁机干涉齐国王位继承，进而控制齐国。为了教训鲁国这个小弟，公元前684年，齐国攻打鲁国，双方在长勺这个地方摆开了阵势，这就是长勺之战。正是这一战中，一个叫曹刿的人脱颖而出，在春秋的画卷中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在当时战斗大多是回合制，双方敲鼓发信号，等大家都准备好以后，才能发起进攻，不能耍诈。左传记载，不鼓不成列。虽然在现在看来这有点迂腐，但在春秋初期，除了郑庄公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大部分人还是普遍遵从的。长勺之战中，齐国敲鼓发起进攻，可齐军打到鲁国阵营前，发现鲁军没有敲鼓冲锋，于是就退了回去。就这样往返3次，齐国士兵十分疲惫。曹刿趁这个时候击鼓进军，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军。这就是成语一鼓作气的来历。同年6月，鲁国又故技重施，趁宋国没准备好直接开打，打败了宋国，还俘虏了宋国大将。春秋第一大力士南宫长万。鲁国之所以能取得这2次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因为鲁国实力强大，而在于曹刿耍诈，率先破坏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等到其他国家也不遵守规矩的时候，鲁国也就没什么优势了。所以在之后的齐鲁交锋中，鲁国也就再也没有打赢过齐国了。鲁国被打服了，表示愿意加群，详细内容在后面讲述。搞定了鲁国，再看宋国。此时宋国国君是宋闵公，他手下有一个勇猛的大力士南宫长万。本来宋闵公十分尊敬南宫长万，但在跟鲁国的战斗中，南宫长万被俘虏。鲁国想拉拢宋国，以解除被宋齐两面夹击的困境，于是就把南宫长万放了回去。还在宋国发洪水的时候，派使者前去慰问。南宫长万回到宋国以后，宋闵公对他十分不尊重，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嘲笑他为鲁囚。有一次，宋闵公和南宫长万一起去打猎，两人为了争夺一个猎物吵了起来。宋闵公对当过俘虏的南宫长万很嫌弃，于是破口大骂：以前我是很尊重你，现在你成了鲁国的囚犯，还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南宫长万心里怨恨宋闵公。公元前682年秋天，宋闵公在蒙泽行宫游玩的时候，南宫长万故意当着宋闵公嫔妃的面，各种夸奖鲁庄公，说只有鲁庄公才配当诸侯国君。在嫔妃面前被一个臣子贬低，宋闵公觉得很没面子，对着南宫长万就是一顿羞辱：你就是个阶下囚，你这么夸鲁庄公，是因为曾被他俘虏过吧？面对宋闵公的羞辱，南宫长万忍无可忍，
扑上去就把宋闵公按在地上一顿揍。南宫长万堪称春秋第一大力士，没几下就让宋闵公下线了。宋闵公死后，南宫长万立公子游为国君，宋闵公的弟弟公子玉越逃到了亳地。宋国大夫萧叔联合宋国公族，在曹国的帮助下攻入都城，杀死了公子游，拥立公子玉越，是为宋桓公。南宫长万逃到了陈国，但又被宋国人用重金赎回，被愤怒的宋国人烹杀，剁成了肉酱。宋国的内乱给了齐桓公出面干涉的机会。公元前681年春天，齐桓公以平定宋国内乱为由，邀请诸侯们在北杏会盟。这个时候，宋国内乱已经平息了，齐桓公用这个理由强行拉会，明显是别有用意。认真看视频的朋友肯定还记得，前面鲁国打败宋国以后，趁机拉拢宋国，这种小动作齐桓公肯定是知道的，所以齐桓公这次会盟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要宋国和鲁国表态。不过让齐桓公没想到的是，这两都没给自己面子，鲁国没来参会，宋国倒是来了，但当晚就走了。对于这两个不听话的小弟，齐桓公自然是要收拾的。同年夏天，齐桓公灭了依附于鲁国的遂国，借此警告鲁庄公。而且在3年前，齐桓公已经灭掉了谭国。至此，齐国进入中原的通道被打通。鲁国看到这个架势，既打不过又没理，于是只能认怂，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齐鲁两国在柯地会盟。这次会盟中，鲁国将领曹沫劫持了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侵占鲁国的3座城。就这样，鲁国收回了失地。曹沫更是被当作鲁国的英雄，他的英勇一直为世人颂扬。但从长远来看，鲁国身为周礼维护者，却趁盟会之际偷袭，彻底撕下了周礼的遮羞布。而反观齐国，哪怕是被劫持立下的盟约，齐桓公依然遵守，这大大提升了齐桓公的威望。紧接着，齐桓公以宋国不听天子的命令为理由，请求周西王一起攻打宋国。周西王一看，现在还有人在乎自己的意见，立马就答应了。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带着诸侯联军和王室军队，浩浩荡荡地打到宋国。有了周天子这杆旗帜，宋桓公立马认怂，表示愿意尊齐桓公为盟主。宋国的臣服，让齐桓公看到了周天子这面旗帜的重要性。同年冬天，齐桓公叫上宋桓公、魏惠公、郑厉公在鄄地会盟，确认自己的霸主地位。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这次会盟多了一个郑国。因为之前寨众当权的时候，郑国跟齐国一直都是保持友好关系，但就在公元前680年，郑厉公在熬死了寨众之后，终于迎来了翻盘的机会，成功夺回国君之位。齐桓公需要知道新的郑国国君对自己是什么态度。郑厉公这个人能力强，有野心，他不甘心当齐国的小弟，所以这次会盟，他表面上尊齐桓公为盟主，但心里并不服气。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又号召诸侯们在鄄地进行了第2次会盟。从《史记》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次会盟的目的就是讨论谁当盟主。《左传》庄公15年中说：“15年春，复会焉，其始霸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桓公7年，诸侯会桓公于鄄，而桓公于是始霸也。这2本史书界定齐桓公称霸的时间，都是公元前679年的鄄地会盟。但其实，此时还远没有达到齐桓公霸业的顶峰，因为郑国还没有臣服。为了搞事情表明态度，郑厉公直接跑去攻打齐国的小弟宋国。郑厉公之所以敢这么做，不是头脑发热，而是他看清了南方的局势。南方的楚国趁着中原诸侯争霸闷声发大财。楚文王即位以后，楚国开始北上，吞并申西邓等国，疆土北抵伏牛山，东至淮河上游，
成为南方大国，一副想跟齐国争锋的架势。不过郑立公的算盘打错了，这不是郑国的机会，而是噩梦。此后的郑国堪称春秋第一受气包，成为大国轮番猛揍的对象。言归正传，齐国一看宋国被打，于是带着一帮诸侯国就去攻打郑国，为宋国撑场子。就在郑国要臣服的时候，一直在南边发育的楚国出手了。这个南方大国第一次站在了春秋的舞台上，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称霸之路。楚国要想北上争霸，郑国是必争之地，就算拿不下来，也不能让郑国被对手拿下，或者成为对手的盟友。为了不让郑国倒向齐国联盟，楚国以缓告于楚为由攻打郑国。不过此时齐国联军更为强大，郑立公只能短暂屈服齐国。野心勃勃的郑立公自然不甘居于人后，他表面上讨好齐楚两国，实则暗中寻找机会。这个机会还真让他等到了。第一次北上试探之后，楚国内部出现了内乱，短期内没有北上的可能，这给了郑国喘息的机会。周王室的动乱更让郑立公看到郑国复兴的希望。公元前677年，周西王去世，他的儿子姬狼即位，也就是周惠王。周西王还是太子的时候，父亲周庄王更加宠爱姚氏生的儿子王子颓。虽然最终王位传给了周西王，但王子颓并没有放弃对王位的争夺。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惠王即位以后，夺走了大臣的园林当作自己的猎场，于是边伯等5人联合魏国、南燕国一起打进洛邑，立周惠王的叔叔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逃到郑国，请求郑立公帮忙，裹挟周天子的机会近在眼前。郑立公果断出击，和国一起打进了洛邑，杀死了王子颓和边伯等人，重新扶持周惠王。郑立公想学父亲郑庄公，控制周天子，以复兴郑国的霸业。可倒霉的是，就在几个月后，郑立公就去世了。至此，郑国最后一位有望中兴的君主离世，可以说是相当的可惜。收服了中原各诸侯，齐桓公进入争霸第2阶段，借攘夷提升在诸侯中的威望。公元前664年，山戎入侵燕国，打到了燕国都城。齐桓公邀请鲁国一起支援，但因为燕国太远，鲁国不愿意去，于是齐桓公带着管仲独自前去支援燕国。齐桓公沿着渤海，从燕国境内一路打到了东北，并顺便灭掉了盘踞在东北方位的孤竹和令支2国。之后，齐桓公还把这些地盘送给了燕国，山戎至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了南下入侵燕国的能力。为了感谢齐桓公，燕庄公亲自带着燕国的臣民一路护送齐桓公，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燕国的边界，进入了齐国境内50公里。根据周礼，诸侯相送不得越过国境。齐桓公为了不让燕国失礼，就把燕庄公走过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了燕国。燕庄公感动得热泪盈眶，加入了以齐桓公为首的联盟群，史称分沟里燕。公元前660年，魏国西边的敌人进攻魏国和邢国，此时的魏国国君是卫懿公。这个卫懿公也是个奇葩，他不理国事，只喜欢养鹤。更离谱的是，他还给鹤封官。有这么个荒唐国君，魏国人都不愿意替他卖命。敌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进了魏国，到处烧杀抢掠，魏国差点灭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魏国才免遭灭国之祸，但也元气大伤，剩下不到几千人。邢国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为了抵御敌人的骚扰，齐桓公把魏国人迁到黄河以东靠近齐国的楚丘，帮魏国营建新都。之后又把邢国从邢台迁到靠近齐国的夷夷，这才安定下来，史称存邢就位。2次抵御外族为齐桓公积累了巨大的威望。此时齐桓公的威胁就只剩下南方的楚国，作为正义之师，自然不能出师无名。
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左传西公3年记载，齐桓公和蔡姬在园子里坐船游玩，调皮的蔡姬故意摇动游船，齐桓公害怕，脸色都变了，叫蔡姬别摇，蔡姬不听。齐桓公很生气，就把他送回了蔡国，但并不是断绝婚姻关系。可蔡国人却把蔡姬改嫁了。这件事给了齐桓公一个完美的理由。蔡国不仅是楚国的小弟，还扼守攻打楚国的要道。齐桓公以此为由，于第2年，也就是公元前656年，会同鲁、宋、郑、陈等诸侯攻打蔡国。占领了蔡国以后，齐国开始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使者屈完来质问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与君之舍无地也，何故？大概意思是，君王住在北方，我住在南方，即使是牛马发情狂奔，彼此也不会相遇。没有想到君王竟不顾路远来攻打，这是什么缘故？面对屈完的质问，管仲不慌不忙给了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用的包毛，导致周天子的祭祀都无法顺利进行。第二个理由是，周昭王死在了南征的路上，屈完承诺会按时向周天子进贡，但否认了周昭王的死跟楚国有关。之后齐楚双方在少陵会盟，少陵之盟后，楚国看到此时的齐国兵力正盛，于是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变，暂时不跟齐国正面交锋，而是转向了东边，攻灭了咸国等亲戚的小诸侯国。不过齐桓公此时却没有精力去管楚国，因为他要去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周王室的王位继承问题。因为太子正亲戚的缘故，周惠王想废掉太子正，立自己宠妃的儿子王子代，借此对抗强大的齐国联盟。公元前655年，齐桓公邀请宋、陈、魏、郑、许、曹在首止相会，会见太子正，顺便给周惠王施压，阻止周惠王立王子代。周惠王痛恨齐国干涉周王室的内政，于是暗中联络郑文公，让郑国去联合晋、楚对抗齐国。有了周惠王的支持，郑文公于是背弃了首止之盟，逃回了郑国。第2年，齐桓公带领诸侯联军攻打不听话的郑国。楚国为了解除郑国之围，北上攻打齐国的小弟许国。齐桓公回援许国，楚成王此时不想跟齐国正面冲突，于是率军返回楚国。迫于齐国的压力，郑国最后服软，重新加入齐桓公的联盟大军，表示支持周太子正。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第2年，太子正即位，是为周襄王。也是在同一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诸侯。周襄王为了感谢齐桓公的扶植，派宰孔把祭肉赐给齐桓公，并特许齐桓公不用下拜天子。自此，齐桓公霸业达到顶峰。但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西边的晋国经历了长达70年的曲沃代易，内乱结束的晋国也逐渐开始壮大。楚国的强势崛起更是齐国无法解决的问题。公元前645年，楚国攻打东边的徐国，齐桓公邀请8国诸侯救援徐国，却没能击退楚军。此时的楚国已经隐隐现出霸主之势，正面救徐失败，齐桓公只能采用迂回战术，攻打楚国后方的厉国，想围力救徐，但长时间都没打下厉国。再加上联军内部出现矛盾，宋国趁机攻打曹国，楚成王趁机发起猛烈进攻，打败了徐国。担心被回援的楚军包抄，年迈的齐桓公只能无奈撤军。这是齐桓公的英雄迟暮之战。公元前643年，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他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王位，尸体发臭了都没人管，不得不令人唏嘘。而南方的楚国经此一战强势崛起，跟西边的晋国开启了长达100年的晋楚争霸。秦国又如何在晋国的封锁下东出中原？
关于这一部分内容，我将在下一个视频中为您详细讲述。如果喜欢的话，还请点赞收藏。点赞过万争取在2周内更新，谢谢大家。